大家下午好，今天是7月11号，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这个正经参考的频道。咱们这个频道主要是通过波浪理论的分析以及形态学的分析，来找到当前市场存在的机会，同时提示大家规避风险。那咱们现在分析的大类主要是集中在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 B 站上将各个分类都做成了不同的合集，大家也可以在当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品种去看这个视频。那如果大家有更好的品种，也可以选择给我们投稿，我们会在复盘之后将这些品种当中存在的机会以及可视的经典的形态都以视频的形式一一来分享给大家。当然你也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来了解咱们的这个社群以及会员群的一个权益以及会员资格。因为 B 站的审核的原因，我们有一部分只能将一部分的视频放在咱们 B 站上去公示出来，更多的视频我们还是放在咱们的这个社群和会员群当中。好，下来我们步入今天下午的第二个品种，港股的龙湖集团。这也是咱们的一个社群的朋友约稿的，想了解当前的这个龙湖集团有没有中期见底，以及后期上涨的空间有多大。其实龙湖集团也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品种毕竟它是国内地产当中名气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大家也知道，经过之前疫情这几年国内的这些地产行业的股票整体的境况都是比较难的。那么因此也造成了股价从高位承压回落，这都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那当前我们从这个月线图来看，整体它上市的时间也比较长，从10年至今15年的时间里，走势也是出现了一个过山车，先是前期经历了一波大涨，然后以及这个21年3月份之后回落到这样一个相对的一个低位，整体走势就是一个过山车的一个形态。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具体来分析一下当前所处的这个位置有没有参与的机会，以及风险有多大，或者说后期向上的空间有多大。首先我们从月线图当中找到它的一个相对低点，是位于11年的10月初，低点是在 6.52， 从这个低点向上最高涨到了21年的3月初，高点是 53.60。 可以说这一波上涨行情是踩到了这个国内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红利期，所以它的股价也是翻了将近8-9倍的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一波上涨它整体呈现的是一个三波形态 A、B、C， 整体呈现的是一个三波形态，可能最后在这个位置它是向上走出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但是由于这个疫情已经开始，那么整体的市场困境是已经出现了，所以最终股价不得已开始展开向下的一个升幅回撤，所以说之前的上涨五浪的一个预期是夭折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波从 53.60 向下的下幅度以及它的一个结构。最低点截止到目前最低点是出现在 7.26， 目前看这次的调整结构也是出现了一个三波的形态，咱们以黑色段来表示，算是对前期 6.52 到 53.60 整体的一个回撤修正，而且它回落的幅度是非常的低非常低。我们看到两个低点是相距的非常近只差了不到1块钱。那目前在 7.26 这一线也是经历了22年10月到现在大致是这个不到3年的时间里一直处在这个相对低位反复的震荡筑底。当前是出现了一个疑似这个双底的一个结构双底的一个形态。咱们用红色标注出来的这一线的位置就是下方一个支撑带，关键的支撑带，此处不能跌破，一旦跌破就会形成新的一个结构。这里我们先说一下，万一向下跌破会发展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反弹浪此处我们用这个红色段去标注，用蓝色段去标注。如果一旦下破，那么也就意味着后期会从目前的三波 ABC 走势演变为更为复杂的双重三浪结构。那前期从 53.60 跌到 7.26， 它就是一个 A 或者是一个 W， 这一波很简单的反弹它就是一个 X 浪或者是 B 浪。那从这个反弹的高点往下呢，它最后就是走了一个 C 浪
或者是外冷，这是目前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说下方可能还会跌破 7.26 啊。接下来我们再说相对保守的另外一种看法，那就是当前的这一波调整从 53.60 到 7.26， 它其实是已经结束了，包括它这个中期筑底啊走势啊所需要的时间跨度，包括上下来回反复的这个幅度都是非常充分的。那后期其实只要能突破上一次反弹的这个次高点，大致是 20.10， 这是属于月线压力，就能确认这次的筑底已经完成，并且向上会展开更大级别的一个反弹走势。目前处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因为面临着剩下两种选择。那当前其实怎么说，在目前所处的这个位置，就算按照第一种比较悲观的看法，那短期它也是存在一个反弹的机会，然后再次往下运行。可以看到目前唯一能确定两者同向的只有他们用这个线段表示一下，蓝色表示正向看好的这个走势，黑色表示后期整体悲观的一个看法。那么通过这样两种图形的画法，我们看到当前是在局部位置出现了一个走势的同向，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反弹或者上行我们是能看到的并且从当前的位置 10.46 向上，比如涨到15到16这个区域的话，那大致还有 50% 的一个上涨空间。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目前我们能看到的这一个比较清晰的走势这个结构这部分盈利先收入囊中。好，这是当前我们对整体大结构走势的一个看法。那下来我们从更小周期来分析一下后期两种看法的一个多空节点，以及当前我们如何把握住这一次短线的一个反弹上行的一个机会。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周线图首先我们要看一下短期这边出现的三个低点，分别是 8.87、9.05 以及 9.10。那低点就是出现了，周线低点是在 8.87， 并且从小级别的来看，这里存在一个尖底的一个雏形，左肩右肩各一线然后出现了一个头部，也或者说这里面是出现了一个三重底的一个雏形，颈线位是位于 11.8。同时我们再借助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上方的关键压力位置是位于 15.80。接下来我们就按照两种预期把短期走势再重新划分一下。那首先我们按照第一种预期，它如果能突破 11.80 的短期颈线位，那么必然会向着 15.80 附近走运行，然后如果 15.80 附近承压，那么大概率就是会按照黑色段的运行轨迹。但是如果向上突破了 15.80， 那么就有可能会按照第二种比较乐观的看法去考验 20.10 或者说是直接突破 21.10， 向着更高的位置去走。那通过刚才我们用月线周线的大小周期的不同结构去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15.80 就是后期两种预期的多空节点。那么从当前的位置 10.50 往上来看的话，那这个空间大致是有 5.3 元，也就是 50% 的一个空间。那向下的这个止损呢，刚才也说了，周线低点 8.87， 这就是一个关键节点。当前来看，就是可以用这个 1.6 元来博取上方这个 5.3 元的一个比例关系， 1.6 比 5.3， 那大致这肯定是在超过1比3了。所以说盈亏比还是比较合适的，并且这个空间幅度从周线上来看也是足够的。至于后期能不能突破 15.80， 我们到时候再说但是至少是把这个阶段这个参与机会我们可以先尝试把握住。以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个短线的交易机会。至于中长线，此处从月线上来看，它这个双底筑底形态是否能成立，那刚才说了，还是要等待后期向上突破 20.10 之后，我们才能决定这个筑底成功了，那整体向上的空间就非常的大，可能会涨到35、36，那都是很轻松的一个事情。因此当下我们也是走一步看一步，先把局部这个小级别的走势先把握住再说。
以上就是今天下午咱们关于这个港股龙湖集团的整体结构分析，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投稿。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